没有房贷的人真的是太可怕了啊！最近呢，在网上就流传这么一句调侃房地产圈的话嘛，就是说没有房贷的下属呀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没有房贷的00后真的是太可怕了啊！我骂他呢，他居然敢顶嘴，动不动呢就马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，然后马上就写那种辞职信啊。虽然说呢，我们知道呢，没有房贷的00后，特别是没有房贷的年轻人不好惹啊，但是这两天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案例，也是网上看到的一个案例啊，还是呢被他们的杀伤力给震惊到了，真的是震碎了我的三观，震惊了我的一个五官啊！就有一位95后嘛，女生在深圳那边是买了套房，大家都知道深圳的房价啊，一般人绝对是买不起了，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家里资产特别多的，就把这份喜悦呢分享到网上，自己也是写了一个帖子嘛。结果呢，评论区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冷嘲热讽，全部都是讽刺这个女生的啊，真的是看的让人感觉不敢相信。很多网友就评价呢，说这个女生呢，你真的是一个房奴啊，真的是给我们95后丢脸，就更别提我们00后了。然后还有网友就说呢，你欠了一屁股债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，还发到网上炫耀。那另外的网友呢，还更说的话更让人难以接受啊，就是说背负房贷呢，你算啥争气的？95后呢，用不着争这种气啊。然后其他的网友就接着说啊，在下面呢留言是纷纷不止啊，留了很多的言。等你的房子呢将来法拍了，等你断供了，我希望呢你也能够笑得出来啊。这位业主呢，就是女业主，看完这些评论之后呢，也是非常的郁闷，郁闷了好多天都缓不过来啊。就是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，也在网上发出一个灵魂的拷问嘛，就是说我们95后靠自己的努力买个房子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现在的风气，网络上的戾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会这么重呢？我大概看了这位女业主的一个情况啊，她的搞钱意识还是比较强，而且搞钱能力还是比较强。毕业5年之后呢，就在深圳那边买了房啊，总价是300多万，首付的资金呢完全是自己出了啊，自己的一个积蓄，没有靠家里面，可以说呢已经赶超了绝大部分的90后啊95后，这的大部分的一个同龄人。即便呢放在这些年呢，众多在深圳那边首套房的一个案例中，绝对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。然而呢，就是这么励志的一个女生，这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呢，在网上却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一个笑话啊！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年纪轻轻就负债累累，成为一个房奴，买了一套房子，每个月还月供，真的是非常丢人吗？其实呢，说到这儿呢，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，不仅是最近非常兴起的一个话题，而且呢，很多年前都有这个话题啊。早在10多年前、15年前，互联网上呀，大多数人都看不起贷款买房的一个人了，都把他们称之为房奴，就是一辈子呢都给银行打工嘛。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，没有任何人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寒窗苦读10几年的一个书，读完大学之后呢，我工作就是为了还30年的一个房贷的，背负一辈子的一个房贷。10多年过去了，当初呢那些在大城市里面，特别是1线城市里面买房的房奴们呢，很多都成为了咱们社会中的一个中产啊。有少部分人呢，因为买房也是尝到了甜头啊，甚至呢在2010几年的时候，包括15、16、17年买了好几套房、10几套房，甚至几十套房。这些人呢，现在基本上已经赚得盆满钵满，已经步入了社会的一个富人阶层了啊！现在真的是实现了一个财富的一个自由。这些人呢，也让网络上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啊。就比方这个女生，当时呢是骂你的，到最后呢成了羡慕你的一个阶段。美国呢前总统特朗普就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过一段话啊，就是贷款这种事呢，我是最拿手的，我是超级爱贷款的啊，我就爱别人的钱，就爱银行的钱，贷款呢让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，我现在钱基本上全部都是贷款赚出来的。当时呢，这个演讲现场是一片爆笑，包括传到国内之后，这个视频也是很多人都嘲笑特朗普。觉得呢，特朗普是一个傻瓜啊，但是呢，确实是说出了一个核心本质的一个问题。几乎呢，我们普通人啊，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不贷款而成为有钱人的啊。基本上呢，你像那种拥有那个优质的负债呢，本身呢就是一种实力的一个体现，本身呢就是自己财富的一个象征啊。我就举一个例子，20年前呢，你在深圳那边月供有2000块钱左右，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山大？但是现在呢，如果说你一个月在深圳那边有2000，别说在深圳了，在武汉这边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贷，真的是啥感觉都没有啊。所以说呢，通过贷款在大城市里面买房，可能是普通人这辈子呢最能够够得着的最大的一笔、最划算的一笔投资啊。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智而且长远的一个投资思维啊，因为你投资其他的理财，很多人普通人根本就接触不到，根本就不懂，有可能呢连本都赔没了。短期来看啊，没有房贷的人确实呢活得比较潇洒，活得比较自由自在啊，每个月没有什么压力，看起来很爽很酷。但很爽很酷的事情呢，一般都是具有迷惑性的啊，一般都是温水煮青蛙的。
你既想呢享受那种泼天的富贵，又不愿意去奋斗；既想要财富自由，又不愿意努力。现实中哪有那么多童话故事？哪有那么多一夜暴富？哪有那么多买个彩票就中奖的了？即使有，那也是别人父辈积累下来的，然后别人3代人的一个积累，3代人的一个努力，凭什么输给这些不想努力的一个键盘侠呢？所以说呢，还是奉劝大家啊，千万不要在网络上成为那种恨人有笑人无的一个键盘侠。这种人呢，将永远呢生活在社会的一个最底层，永世呢都不得翻身啊！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一事情的？如果说是你会贷款买房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